它比病毒更小，比空气更无形，却已经悄悄攻入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包括你的大脑。它的名字叫塑胶微粒。2025年2月，一篇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自然医学》上的研究震惊了全世界。新墨西哥大学的坎彭教授和杜克大学的维斯特教授带领团队解剖了52具遗体，从他们的大脑、肝脏和肾脏中提取样本，用热烈解气相色谱质谱仪去分析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塑胶，结果吓坏了所有人。大脑里的塑胶微粒浓度竟然是肝脏和肾脏的7到30倍。换算下来，一颗成年人的大脑里平均含有大约7公克的塑胶微粒碎片。7公克是什么概念？大约就是一根塑胶汤匙的重量。你没看错，你的脑子里藏了一根塑胶汤匙。而且这还不是最恐怖的部分，团队又对比了2016年和2024年的大脑样本，发现短短8年之间，人类大脑中的塑胶微粒浓度竟然飙升了大约 50%。 维斯特教授看到数据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数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直到他亲眼看到所有的数据。坎彭教授补了一刀，他说按照目前的趋势计算，我们的大脑大概有 99.5% 是脑组织，剩下的 0.5% 是塑胶。你可能会说 0.5% 听起来很少啊，可是你想想看，你的大脑是全身最精密的器官，控制着你的记忆、情感、判断和一切思维。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电脑的晶片里混进了 0.5% 的沙子，你还敢开机吗？更让人不安的是，接下来的发现，团队额外取得了12位生前被诊断为失智症患者的脑组织，结果这些失智大脑里的塑胶微粒含量竟然是正常人的3到5倍，而且这些塑胶碎片大量沉积在脑部的血管壁和免疫细胞里面。坎彭教授特别强调，他们目前还不能断定是塑胶微粒导致了失智症，但失智症引发的脑部发炎和萎缩可能反过来让大脑变成了一个塑胶的蓄水池，让更多微粒被困在里面出不去。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塑胶微粒究竟是怎么跑进我们大脑的？你知道大脑有一道防线叫血脑屏障吗？这道屏障的功能就像一个超级严格的安检站，绝大多数物质都过不去。可是塑胶微粒竟然找到了方法。坎彭教授推测，塑胶微粒很可能劫持了我们吃进去的脂肪分子，因为塑胶和脂肪有天然的亲和力，它们会粘在脂肪上，跟着脂肪一起被运送到最需要脂肪的器官，而大脑恰恰是全身最爱脂肪的器官，所以那些微小的塑胶碎片就搭着脂肪的便车，穿过血脑屏障，直接住进了你的脑子里。而更诡异的是，这些微粒的形状，研究团队原本以为会看到圆滚滚的小珠子，结果电子显微镜下呈现的画面让他们倒吸一口气。那些塑胶微粒几乎全是薄薄的，像碎玻璃一样的尖锐碎片，大小大约只有病毒那么小，大概在200奈米左右。一根人类头发的直径大约是8万奈米，也就是说，这些碎片比你头发的1/4还要小。它们不是温柔地躺在你的脑子里，而是像无数把微型小刀一样嵌在你最精密的思维中枢里面。你可能会问，这些塑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从你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几个来源，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日常安全的认知。我们先来说一个每天都有数十亿人在做的动作，泡茶。2019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图芬基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直白到可怕，塑胶茶包向茶水中释放数十亿颗微粒和奈米粒子。研究团队买了4种市面上常见的塑胶茶包，把里面的茶叶倒掉，清洗干净，只留下空的茶包袋，然后把它放进摄氏95度的热水里冲泡。结果一个茶包就释放出大约116亿颗塑胶微粒，以及31亿颗更小的奈米级塑胶粒子。116亿加31亿，大约150亿颗塑胶微粒，全部融进了那一杯你以为很养生的茶里面。你可能会觉得数字太天文了，是不是研究有问题？确实也有科学家提出过质疑。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在2020年重新做了实验，
认为原始研究的样品处理方式可能高估了部分数据。他们自己测出来的结果是，一个茶包大约释放5800到2040零颗较大的微粒，但即使按照保守估计，每天喝2-3杯茶，1年下来你吞进去的塑胶微粒数量仍然是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而且注意，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很多人以为自己用的是纸质茶包，但其实那些看起来像纸的茶包很可能含有塑胶成分，尤其是那种三角形的金字塔茶包或者丝绸质感的高级茶包，它们的材质往往是尼龙或者 PET 聚酯纤维，本质上就是塑胶。即使是传统的纸质茶包，为了让封口在热水中不散开，很多厂商会在边缘加一层聚丙烯塑胶做热封处理。所以你以为你在喝茶养生，结果你可能同时在喝一碗塑胶微粒汤。2024年，西班牙巴塞隆纳自治大学的研究又确认了这个现象。他们发现茶包在沸水中每毫升会释放800万到12亿颗不等的微粒和奈米粒子，而且这些粒子可以被人类肠道细胞吸收。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路过你的消化系统而已，它们会钻进你的细胞里面去。接下来我们说说另一个你每天都在接触的东西，纸杯。你去咖啡店买一杯外带咖啡，店员给你的那个纸杯，你以为是纸做的，对吗？错了，那个杯子里面有一层薄薄的塑胶薄膜。因为如果真的只是纸，热水一倒就直接软烂穿底了。为了防水防渗，几乎所有纸杯的内壁都镀了一层聚乙烯或者其他塑胶材料，大约占整个杯子的 5% 到 10%。2021年，印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实验，把摄氏85到90度的热水倒进纸杯里，静置15分钟。结果他们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后发现，每100毫升的热水中大约释放了25000颗微米级的塑胶微粒。而如果用更灵敏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来看，更微小的亚微米级粒子数量高达每毫升超过1亿颗。而且不只是塑胶，他们还检测到热水中出现的铅、镁、镉等重金属，以及氟化物、氯化物、硫酸盐和硝酸盐等离子。这些东西全都是从杯子里面那层塑胶薄膜上溶出来的。如果你每天喝3杯外带热饮，每杯按照最保守的数字估算，一天你就吞下了75000颗微米级塑胶微粒，加上不计其数的重金属离子，一年365天下来，你自己乘一下。2026年1月发表在危险材料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更加精确地量化了这个问题。研究者比较了纯塑胶杯和塑胶内衬纸杯，发现纯塑胶杯在接触热水后，表面会变得粗糙和不规则，大量脱落微粒，而塑胶内衬纸杯虽然好一些，但依然不能幸免。他们估算，如果一个人每天用纯塑胶杯喝300毫升热咖啡，一年大约会摄入36300颗塑胶微粒，换成塑胶内衬纸杯，可以降到约24400颗。研究者的建议很简单，用不锈钢杯、陶瓷杯或者玻璃杯，不是塑胶的就不会释放塑胶。然后我们来谈一个在疫情期间全球数十亿人每天都戴在脸上的东西，口罩。你有没有想过，你戴着口罩呼吸的时候，口罩本身可能就在向你的肺里释放塑胶微粒。2023年的一项研究用活塞系统模拟了人类正常呼吸，然后把外科口罩套上去测量，结果发现在正常呼吸条件下，口罩会释放出大小从300奈米到2毫米不等的塑胶粒子。更夸张的是，研究者观察到一片全新口罩在佩戴后仅仅几个呼吸循环，就有肉眼可见的大型粒子从口罩上弹射出来。绝大多数一次性口罩的主要材料是聚丙烯，这是一种塑胶，尤其是中间那层熔喷布，它的纤维在佩戴过程中会因为呼吸气流的反复冲击而断裂脱落，变成微小的纤维碎片，直接被你吸进呼吸道。2024年的一项全球性大规模研究检测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209个口罩品牌。研究发现，口罩释放微粒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佩戴初期，也就是你刚戴上一片新口罩的那几分钟。之后，口罩确实会开始发挥屏障作用，反而减少你从空气中吸入的微粒。所以，
科学家的结论是矛盾的，口罩既是你的保护盾，也是一个威力释放源。如果你频繁更换新口罩，你反而会吸入更多塑胶微粒。但如果你长时间佩戴同一片口罩不更换，细菌和病毒的风险又会增加。而疫情期间呢，全球每天使用的口罩数量以数十亿计，有研究估计，光是2020年一年，全球丢弃的口罩可能向海洋环境释放了超过1兆3700亿颗塑胶微粒，平均每天3960亿颗。你看，我们戴口罩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病毒感染，结果我们同时也在给自己和整个地球投喂塑胶。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既然塑胶这么可怕，那回收不就好了吗？我们不是一直在做垃圾分类吗？那些印在瓶子底部的三角形回收标志，不就代表这些东西可以被回收再利用吗？如果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能正好掉进了一个精心设计了超过50年的骗局。2024年，美国气候诚信中心发表了一份重磅报告，标题叫做《塑胶回收的欺诈》。报告结合了大量新曝光的产业内部文件，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石油公司和塑胶产业从1970年代开始就知道塑胶回收在技术和经济上都不可行，但他们却花了数十年时间，投入数千万美元做广告，告诉你塑胶是可以回收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公众知道塑胶不能回收，他们就会要求政府立法禁止一次性塑胶。这对石油和塑胶产业来说是灭顶之灾，因为塑胶是石油的下游产品，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一半预计将来自塑胶生产，所以他们必须让你相信塑胶是可以被回收的环保材料。内部文件显示，早在1974年，杜邦公司的总裁就在一封信里明确表示，回收杜邦的塑胶产品不可行。1986年，以西基研究所的报告直白地写道，塑胶回收只是延长了物品被丢弃前的时间，并不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1989年，这个研究所的创办人甚至在产业会议上公开说，回收不能无限进行下去，它解决不了固体废弃物问题。可是就在同一时期，这些公司却对外大打广告。1991年的一则杂志广告宣称，一个瓶子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变回瓶子。与此同时，他们从1989年开始悄悄游说了将近40个州，要求把那个三角形的回收标志印在所有塑胶制品上，即使那些塑胶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可行的回收方式。结果就是消费者看到三角形标志，以为这个东西可以回收，就心安理得地把它丢进回收桶里。但回收厂收到之后，发现大部分都卖不出去，处理不了，只能偷偷送去焚烧或者埋进垃圾填埋场。1994年，美国塑胶委员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埃克森化学的副总裁说了一句话，被记录了下来。他说，我们致力于这些活动，但不致力于结果。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们做样子就好，结果不重要。而这个骗局的效果是惊人的。整个1990年代，美国公众对塑胶的好感度大幅提升，各州打算立法限制塑胶的议案纷纷搁浅。可是实际的塑胶回收率呢？美国从来没有超过 10%。到了2021年， Greenpeace 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塑胶回收率已经降到了大约 5% 到 6%。 你没看错，在所有已开发国家里面，美国是塑胶回收率最低的，而且这个 5% 到 6% 之前还可能被高估了，因为早期的数据把出口到中国等国家的塑胶废料也算进了已回收的数字里。可是那些被出口的塑胶废料到了中国之后，很多也只是被焚烧或者堆积起来而已。2018年，中国实施洋垃圾禁令之后，美国连这个灌水的方式都没办法用了，回收率直接从 8.7% 暴跌到 5%。 所以你每次认真做垃圾分类，把塑胶瓶丢进回收桶的时候，有 95% 的几率那个瓶子最终的命运是被烧掉或者被埋掉。你以为你在拯救地球，其实你只是在完成一场长达50年的公关骗局中被分配到的那个群众演员角色。全球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从1950年到2015年，人类总共制造出来的所有塑胶废弃物当中，只有 9% 被回收， 12% 被焚烧，剩下 79% 全部堆在垃圾填埋场或者直接流入自然环境。而且全球每年的塑胶产量还在持续暴增，过去30年已经翻了4倍，超过 4.6 亿吨。这些塑胶在环境中不会消失，它们只会越碎越小，变成微粒，变成奈米粒子，然后进入土壤、河流、海洋、空气，最终进入你的食物、你的饮水、你的呼吸以及你的大脑。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平均每个人每周可能摄入大约5公克的塑胶微粒，大约相当于一张信用卡的重量。这个数字后来引发了很大争议，有科学家认为它被高估了，可能超过100倍。但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们每天摄入的塑胶微粒数量依然是数以百计的颗粒。你可以不相信每周吃掉一张信用卡这个说法，但你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塑胶微粒已经在你的血液里、肺里、心脏里、胎盘里、生殖器官里以及你的大脑里被找到了。那既然问题这么严重，全世界有没有人在想办法解决？有的。2022年3月，联合国环境大会通过了一项历史性决议，要制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塑胶公约，目标是终结塑胶污染。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对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关心这件事的人都一度陷入了绝望。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叫做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组织来推动这件事。从2022年开始，已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按照原计划，公约文本应该在2024年底定案，但到了2024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5轮谈判第1阶段会议上，各国代表吵了1个星期，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核心矛盾在哪里？大约100个国家组成了高雄新联盟，他们支持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规范，包括限制塑胶生产量，淘汰含有已知有害化学物质的塑胶产品，以及建立全球融资机制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塑胶污染。然而，在谈判桌的另一边，以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为首的石油生产国，再加上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塑胶生产的条款。他们认为应该把重心放在废弃物管理和回收上，而不是减少生产。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塑胶产业那套回收骗局的国际版吗？他们不想让你减少使用塑胶，他们只想让你继续买塑胶，继续用塑胶，然后做好回收就行了。可是回收率连 10% 都到不了。谈判崩裂之后，各国决定再来一次。2025年8月，第5轮谈判的第2阶段在瑞士日内瓦重新召开。这次的规模更大，超过2600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183个国家的1400多名代表和1000多名观察员。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带着更积极的态度前来，试图推动设定塑胶减产时间表和有害化学物质淘汰期限。然而，在谈判接近尾声时，这些条款竟然被从公约草案中移除了，令许多代表措手不及。时间耗尽，谈判再次破裂，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塑胶事务主管厄林西蒙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他说，你希望所有人都同意，但如果没有压力迫使他们真正做出决定，这种事情就会一直发生下去。谈判破裂2个月后，2025年10月，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厄瓜多大使瓦亚斯宣布辞职，一时间群龙无首，整个进程陷入停摆。2026年2月7日，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1天的紧急会议，唯一的议程就是选出新主席。最终智利外交部环境气候变迁暨海洋事务主任科尔达诺当选。国际环境法中心的声明说得很坦白，他们说选出主席让这个进程活了下来，但这本身并不能修复已经坏掉的东西。而在这场全球拉锯战的背后，有一个数字特别值得注意。根据商业联盟的估算，如果没有全球公约，各国各自为政形成的拼凑法规体系，到2040年的累计成本将超过5760亿美元。
而如果有一份全球公约来统一规范，成本大约是2790亿美元。换句话说，谈判失败的代价不只是环境和健康，还有接近3000亿美元的经济差距。但就是有一小撮国家和企业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石油利润，硬生生地挡住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记录显示，在釜山谈判会议上出现了创纪录的220名来自石化和化学产业的游说者，其中埃克森美孚派了14名代表，美国化学委员会在杜邦和陶氏化学的支持下派了22名代表。这些企业游说者的数量几乎和某些中小国家的官方代表团一样多。他们不是来签公约的，他们是来确保公约签不成的。好了，我们把所有线索串在一起看看。你的大脑里有一根塑胶汤匙的碎片，而且每8年增加 50%。失智症患者的大脑里塑胶含量是正常人的3到5倍。你喝的茶，你用的纸杯，你戴的口罩，全都在持续不断地向你体内投放塑胶微粒。这些微粒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可以嵌入你的细胞，可以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超加工食品里的塑胶含量是天然食物的数十倍，而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中也漂浮着无数塑胶纤维。每年光是吸入的塑胶微粒就超过6万颗。你做了垃圾分类，你以为自己在拯救地球，但 95% 的塑胶最终还是被烧掉或者埋掉，而且把它烧掉也不能让它消失。焚烧过程中会产生戴奥辛等致癌物质和更微小的奈米级塑胶粒子，它们随烟尘飘散到大气中，然后被你吸进肺里。你扔进回收桶里的那个瓶子，它的命运可能只有2种：变成垃圾填埋场里千年不腐的固体废物，或者变成你肺里的奈米碎片。而能改变这一切的全球塑胶公约，正被石油产国和化工巨头联手堵住。他们有钱、有人、有组织，他们深知拖延就是胜利，因为每多拖一天，全球就多生产超过120万吨的新塑胶，超过5万吨流入海洋，而我们大脑里的那根塑胶汤匙也就多长了一点点。2025年5月，一系列发表在《大脑医学》期刊上的研究开始尝试把所有拼图拼在一起。研究者指出，超加工食品中的塑胶微粒含量远高于天然食物，例如鸡块中的塑胶微粒含量是普通鸡胸肉的30倍。他们认为塑胶微粒可能就是超加工食品影响大脑健康的那个失落的环节。2023年的小鼠实验已经证实，塑胶微粒穿过血脑屏障后会引发脑部发炎反应，而持续的脑部发炎正是阿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疾病的主要推手之一。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叫做饮食塑胶微粒指数，用来量化每个人每天通过食物摄入的塑胶微粒暴露量。他们认为，未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可能不只要看热量、看钠含量、看脂肪含量，还要看塑胶含量。纽约州立大学的黄医学教授写了一段话，特别有冲击力。他说，从这些研究中浮现出来的不是一个警告，而是一场清算。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已经崩溃了。如果塑胶微粒能穿过血脑屏障，我们还以为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那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做什么？首先，最直接的，减少塑胶接触。泡茶用散装茶叶，不用塑胶茶包。喝咖啡用自己的不锈钢杯或者陶瓷杯，不用纸杯。喝水用过滤器，过滤自来水，少喝瓶装水。有数据指出，从瓶装水改成过滤自来水，每年摄入的塑胶微粒可以从大约9万颗降到4000颗。其次，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包装越多，加工环节越多的食品，塑胶微粒的含量可能就越高。新鲜食材自己烹饪，不只是对营养有益，也是减少塑胶暴露的有效手段。第三，改善室内空气品质。使用 HEPA 空气清净机可以有效过滤空气中的塑胶纤维和微粒。你知道吗？室内空气中的塑胶微粒浓度通常比室外更高，因为你家里到处都是塑胶制品，油漆、地板、窗帘、家具、水管，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脱落微粒。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推动系统性的改变。个人层面的努力是必要的，
但永远不够。只要塑胶还在，以每10到15年翻1倍的速度被生产出来，只要全球每个人头上平均堆着1吨的塑胶，个人的减量努力就像用汤匙舀海水。真正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全球性的、制度性的，包括限制塑胶生产总量、淘汰有害化学添加剂、强制企业为塑胶废弃物的全生命周期负责，以及建立真正可行的回收和替代材料体系。2026年，全球塑胶公约的谈判还在继续，新的主席已经就任，新一轮的实质性谈判即将展开，但石油国和化工巨头的游说也不会停止。这场拉锯战的结果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呼吸的空气里、喝的水里、吃的食物里，以及我们大脑里还会被塞进多少塑胶。我有时候想，塑胶威力和人类的关系很像一场慢动作的入侵，它不像病毒那样让你突然发烧倒下，它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渗透。每一颗微粒都小到你看不见，每一天的剂量都低到你感觉不到，但它们在你体内日积月累，在你的大脑里一层一层的沉积。等到有一天，你或者你的家人开始忘记事情，开始认不出人，开始失去自己的时候，也许那根已经在你脑子里住了几十年的塑胶汤匙正在暗暗冷笑。人类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创造出了一种地球上从未存在过的材料，然后把它灌满了整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自己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进入我们大脑之后到底会做什么。科学家说他们还在研究，可是我们等得起吗？全球塑胶产量每10到15年就翻1倍，按照这个速度，到2040年，全球每年将产生超过17亿吨的塑胶废弃物。那时候，我们大脑里的那根汤匙可能已经不只是一根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下一代，是我们这一代。因为塑胶微粒不等人，它们今天就在你的茶杯里、你的咖啡杯里、你的口罩里、你的空气里，以及你的大脑里。你可以选择假装看不见，继续用塑胶杯喝着外带咖啡，等着科学家给出最终答案。但你也可以选择从今天开始做出一些小小的改变，至少让你脑子里的那根塑胶汤匙长得慢一点，